上期我们已经聊过了 Mate 40 Pro 啊，这期我们给它找了一个对手，就是我们手中的标杆机三星 S21 Ultra。之前的节目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用它当标杆机呢，主要是因为它降价太快了啊，所以干脆就留在手里当标杆机了。那么 Mate 40 Pro 这边呢，是因为它确实是 Mate 40系列中卖的最多、市场保有量最高的啊，所以对比它很有意义。那么下面呢，你们可以对这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投票。如果你喜欢三星呢，可以打1啊；喜欢华为呢，可以打2。之前弹幕中也有说长得漂亮，也有说我漂亮的，我们相互不服气，那干脆今天比一比。喜欢我的打3，喜欢长得的打盘中鱼可白取头，借我空游无所依。不喜欢的打自己2巴掌，清醒一下。对，行。那么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我们每期都会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主要是为了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也是想证明一下自己。不是，就是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顺便证明一下自己。不是，主要还是为了大家激起大家对手机。那前面的样片呢，都是由这2台手机拍摄的，并且用它们内置的滤镜编辑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也能拿起自己的手机去外面拍好看的照片。没错。那么欢迎观看 ZPH， 我是道武，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和我们一样期待这期节目，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没错啊，您的关注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2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三星 S21 Ultra 后摄14颗光学镜头，分别是超广角主摄3倍长焦和10倍长焦。Mate 40 Pro 后面是3颗光学镜头，主摄、广角和5倍长焦。在后摄的配置上，这2台手机确实有些不对等，但是没办法呀，谁让我们买不着 Pro Plus 呢？不过就像前面说的 ，Pro 的销量更高，聊它更有意义。下面先对比主摄，2台手机主摄硬件上的区别是 S21 Ultra 原生像素更高但是很少有人会用高像素模式拍摄。默认模式2台手机输出的像素是差不多的。S21 Ultra 还比 Mate 40 Pro 多了一个光学防抖。上对比样片，颜色上有区别，视角上有区别。Mate 40 Pro 呢，为了保证边角画质，把4周画质不好的地方给裁切掉了，这点咱们上期已经说过了。颜色的区别嘛，你们可以在弹幕中说出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颜色。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由于 Mate 40 Pro 呢，它的视角更窄，所以它更有望远镜效果。2张照片放到同样比例的时候 ，Mate 40 Pro 看起来更大一些，也就是更清楚一些。但单从解析力来说，2台主摄的中心解析力都很不错，并且都有锐化痕迹。放到左上角对比确实是 Mate 40 Pro 的边角画质更好一些，因为前面说了，它把不好的地方都给裁切掉了。那至于裁切掉的部分有多不好呢？咱们高像素模式见。再看下一组样片，颜色的区别方面，依然你们可以在弹幕中说出你们的喜好，不用问我哪个更接近真实环境，哪个颜色更准没准的，没接近的。各种镜头的成像风格都是偏色偏出来的，你喜欢哪个就是哪个好。中心解析力方面，2台手机的主摄都非常优秀，但是暗部细节的展现上 ，S21 Ultra 的更丰富一些。放大右上角对比边角画质，依然是 Mate 40 Pro 的边角画质更好，但这只是普通模式下的表现。再看高清模式的 S21 Ultra 的高清模式是1亿像素 ，Mate 40 Pro 是5000万像素。在中心解析力方面，果然是1亿像素的 S21 Ultra 细节更多一些。再看边角画质，由于高清模式下 Mate 40 Pro 就不裁切边缘了，那么它的边角画质下降的非常明显。S21 Ultra 虽然也有下降，但是比 Mate 40 Pro 稍强。至于 Mate 40 Pro 主摄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各种区别，我们上期讲的已经很详细了，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上期内容。Mate 40 Pro 的高清模式里还有一个叫 AI 高清模式的，就是它比普通的高清模式还清楚。
但是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你按下快门之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成像，就跟拍夜景一样。最终的成像效果呢，确实是比普通的高清模式更清楚。那既然更清楚了，那就再对比一回 S21 Ultra 的1亿像素模式，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比较接近 S21 Ultra 的1亿像素模式了。但是就是这个等待时间呀，可能会把我劝退吧。再看超广角的对比 ，Mate 40 Pro 的超广角啊，可以说不叫超广角，它就是一个广角，等效18毫米，不够广。S21 Ultra 这边呢，13到14毫米之间非常广，但是感光器大小、像素、光圈都是 Mate 40 Pro 更好。上样片第一眼看到的区别呢，就是视角的区别。Mate 40 Pro 的视角真的很窄，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Mate 40 Pro 拍不到的地方。这两台手机的视角差距如此巨大啊，就好比 Mate 40 Pro 是个望远镜似的，再加上它的像素更高，那么中心解析力的对比，无论怎么比，肯定是 Mate 40 Pro 的解析力更高的。再加上光路设计难度方面，超广角越广，边角画质就越难把控。那理论上 Mate 40 Pro 的边角画质会更好啊，结果也是这样。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各位认为超广角是越广越好，还是解析力越高越好？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啊。这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看法，就是超广角还是越广越好。首先是因为广角这个词突出的就是广，那么超广角更是如此。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摄影器材来说，那拍不到的地方就是永远拍不到了。现在手机超广角都兼容着微距拍摄功能， S21 Ultra 在这点上做的就非常不错。首先就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非常好。Mate 40 Pro 呢，当你用主摄接近被摄物体的时候，它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来拍摄微距，这点倒是挺智能的。最终成像效果虽然还行，但是还是没有 S21 Ultra 的效果好，具体差距如图所示。下面看中长焦的对比啊，三星 S21 Ultra 是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 ，Mate 40 Pro 没有。长焦这块 S21 Ultra 是10倍的光学镜头 ，Mate 40 Pro 是5倍的。由于焦段差的很多呢，那硬角参数其实也没有必要比差别了，咱们直接看样片。先看3倍的对比 ，S21 Ultra 是3倍的光学镜头 ，Mate 40 Pro 是主摄的3倍数码变焦。根据经验，数码变焦是打不过光学镜头的，那结果也确实如此 ，S21 Ultra 3倍的解析力更高。再看5倍的对比 ，S21 Ultra 5倍是数码变焦 ，Mate 40 Pro 是一颗5倍的光学镜头。那么根据刚才的结论，肯定也是光学镜头更好 ，Mate 40 Pro 的解析力更棒。那到了10倍的对比，大家应该已经知道结果了吧？那就是三星的10倍光学镜头在解析力上肯定要强过 Mate 40 Pro 的10倍数码变焦。前置镜头由大美人给你们介绍。三星的前置呢有2个焦段，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华为前置有3个焦段，超广角真的很方便，而且很显瘦。美颜功能呢，华为有3种：磨皮、瘦脸、肤色；三星有4个：磨皮、肤色、瘦脸、大眼。它俩的美颜功能都是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拿起来就能拍。但是啊，说实话，华为就算把美颜关掉，还是能感觉有一些磨皮和美白。毕竟它的对手是三星，三星的前置真的很可怕，太清楚了。背景虚化呢，也是三星的更好，拍完还能在相册里调整虚化效果，不比不知道，华为真的是虚了个寂寞。下面是人像模式的对比，原谅我们只拍摄了1个场景，因为拍摄当天的气温和湿度等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华为拍的好看的场景只拍摄了华为，忘了拍对比，找到一个阴帘才想起来拍对比，回来一看呀，都是三星的肤色好看，但是其他场景华为拍的真的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这期成像扩张度的对比应该会非常简单，因为这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成像扩张度上做的都非常出色。也许是他们感光器的动态范围都非常棒，或者是软件 HDR 做的都非常到位，总之效果都非常好。但如果非要挑一个更好的，那 S21 Ultra 表现更稳定。比如说这组样片，暗部的地方全都是非常细的铁网， S21 Ultra 在还原暗部细节的时候更好。下面是夜景拍摄的对比， Mate 40 Pro 这台手机自动夜景是关闭不了的，就算关闭 AI 依然关闭不了。到了光线非常暗的地方呢，系统就会自动激活自动夜景，这个时候你不要移动手机，等彻底拍完了再动。S21 Ultra 已经关闭了自动夜景，即拍即有，不到最暗的时候就用直出来拍摄。
先看城市照明环境下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方面 Mate 40 Pro 表现得好，亮部细节 S21 Ultra 表现得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亮部细节表现的基本相当，暗部细节 Mate 40 Pro 更好。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先看主摄，由于自动夜景的加持 ，Mate 40 Pro 的表现更好。相同场景下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Mate 40更好。到了更暗的女流氓小象，直出模式下 S21 Ultra 已经不能胜任了，那就打开夜景模式吧。主摄的表现 S21 Ultra 更好，主要是清晰度。Mate 40 Pro 由于没有光学防抖，已经拍虚了。超广角的表现 S21 Ultra 暗一些 ，Mate 40 Pro 亮一些，但是清晰度上是 S21 Ultra 更好。到了最暗的祖传神树场景 ，Mate 40 Pro 的表现非常惊艳，无论是色彩还是环境的区分都是它更好。但是清晰度方面依然是 S21 Ultra 表现出色。超广角的表现不用放大了，由于 Mate 40 Pro 的底更大，光圈更大，表现更好。下面说一下拍摄软件上的区别。Mate 40 Pro 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叫做流光快门，它能在白天拍摄出长曝光的效果。前面很多流水的画面就是用这个功能拍摄的，而这个功能三星一直没有加进来。那么这个差距就是有没有的区别了。这个功能不但可以让你在白天拍摄几小时的长曝光，还可以在夜晚拍摄流动的星轨。具体的使用方法上期节目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注意抓重点啊！这个功能是可以让你在白天拍摄几小时的长曝光，而不是三星里边的专业模式那个30秒曝光。而且这个功能在很多国产手机中已经开始应用了。还是那句话，以三星的软件开发实力，到现在都没有这个功能，那么不是因为它懒，就是因为它缺心眼儿。再看录像的表现，先说慢动作 ，Mate 40 Pro 支持3840帧，好像是这个帧数吧，反正挺慢的一个慢动作，效果非常不错，就是画质稍微有点是吧 ？S21 Ultra 呢，它没写支持多少帧，它叫凝实摄影，但是从慢动作效果上看，肯定没有 Mate 40 Pro 慢，但是画质呢却比前面的强。再看看日常录像的防抖表现，现在是主摄的白天表现。S21 Ultra 的颜色比 Mate 40 Pro 看起来好一些，防抖方面两台手机差不多。再看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S21 Ultra 在颜色上或清晰度上感觉更强一些，防抖还是差不多的。虽然 Mate 40 Pro 的超广角是默认的录像镜头，但是表现并不抢眼。再看夜晚的城市道路上的防抖表现，这回无论是防抖、色彩、清晰度，全都是 S21 Ultra 更好。Mate 40 Pro 的主摄没有防抖，在白天的录像表现上这一点还不突出，但是夜晚就看出区别来了。到了视频最暗的环节，女流氓小象，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都不太好了，但是 Mate 40 Pro 的更好一些吧。但是我记得之前 S21 Ultra 在这个场景比较亮啊，看来发挥的不稳定啊。两台手机超广角在这个场景都没法应付这样的黑暗了。工业设计方面，要从背部来说呀，我可能更喜欢 Mate 40 Pro 的造型，再加上这次我们拿到的秋跟胡杨一样爽的配色，使 Mate 40 Pro 看上去更加好看。但是，一翻到正面呢，我就只能喜欢 S21 Ultra 了。Mate 40 Pro 这个大药丸造型的前摄是当年三星用过，后来自己都抛弃的，结果华为又捡起来了。就屏幕素质而言，也是 S21 Ultra 的更好。从侧面看 ，S21 Ultra 的后摄凸起高度更猛一些，华为控制的还不错。具体的机身厚度还有重量以及拿在手里的手感，感觉都是差不多的。按长长的话说，就是这两台手机都是板砖级别的，他都不喜欢。下面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首先，我们知道这两台手机在后摄的规格上不对等，三星 S21 Ultra 的级别更高，谁让我们买不到 Mate 40 Pro Plus 呢？正好 Pro 也是 Mate 40系列中销量最好的，聊它确实更具意义。在主摄的表现上，华为通过小手段让 Mate 40 Pro 的边角画质做到了优秀的级别，对比中明显强于三星 S21 Ultra， 但是在高清模式下原形毕露。不过这么做很聪明，毕竟高清模式也没什么人去用嘛。超广角的表现上，这两台手机的差距巨大，巨大到这是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最大差距。Mate 40 Pro 的超广角不行，因为它最多算是个广角。我们一直坚持超广角必须先要做到广，再说画质是否优秀的原则。因为摄影器材必须先保证拍得到，再说拍得好不好。如果你有不同观点，不用抬杠，肯定是你对。
中长焦的综合表现上肯定是 S21 Ultra 更优秀，毕竟它有2颗镜头各自负责中焦和长焦，而 Mate 40 Pro 只有1颗长焦镜头。拍摄软件功能方面，华为做得更好，就是前面说的流光快门功能，这个功能在很多国产手机上都已经用了，这里谴责一下三星的懒惰。夜景拍摄上，从效果上看是 Mate 40 Pro 更好，但是从操作体验上，我更喜欢 S21 Ultra， 因为它的自动夜景想关就关。录像的表现上，综合考量还是 S21 Ultra 更加优秀。真希望我们能在 P50 出来前能买到 Mate 40 Pro Plus 呀，这样对比起来才更过瘾。OK， 那前面的节目呢，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差距了。那么希望呢，你们听长了呢？关注就完事儿了，铁铁们，关注都看到这儿了，点个赞啊，点个收藏，点个关注，不亏。没错，是这意思。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